OK， 咁跟住咧就講會員要我分析嘅呢一個440大新金融啦。咁所以咧我就趁今日直播咧就分享呢一間公司啦嚇。咁但係利益申報先啦，我目前係持有440大新金融嘅。OK， 咁大新金融咧主要咧佢係有兩大業務嘅。第一個業務咧就係銀行業務。咁佢係透過佢持有74.38% 股權嘅上市公司2356大新銀行集團嚟從事呢一個銀行業務嘅。咁大新銀行集團咧就係喺大灣區咧，咁其實佢有3間銀行嘅機構嘅，一間就係大新銀行啦，咁當然就係喺香港經營啦。咁另一間咧就係澳門商業銀行，咁咧就係睇個名都知都係主力經營澳門啦。咁同埋大新銀行中國咁呢個咧就係喺內地經營銀行業務嘅。咁喺大灣區咧香港、澳門、內地一共咧佢就有63個營業嘅網點嘅。咁另外咧佢都持有重慶銀行。即係 A 股唔係即係內地嘅重慶銀行，香港都有上市嘅，有13% 嘅股權。OK， 咁呢個就係銀行業務啦。咁第二個業務咧就係保險業務嘅。咁佢係持有即係透過附屬公司大新保險同埋澳門保險喺香港同埋澳門經營一般保險業務。記住係一般保險業務喎。一般保險業務咧係唔包括壽險業務嘅嚇，即係你可以當佢係非壽險啦，即係等於我哋講嘅財險啦嚇。OK， 咁所以分析大新金融咧，咁我哋主要咧就係分析2356大新銀行集團同埋大新金融本身嘅保險業務啦。嗱，咁大新銀行集團啦，2356啦，咁佢公布咗2024年上半年嘅業績噶啦嚇。咁由呢個圖咧，你等3秒咧就會見到幅圖啦。由呢個圖咧會睇到啦，佢上半年嘅淨利息收入有25.39億元。上半年嘅淨利息收入有25.39億港元啦，就增長咗11.9% 嘅。咁呢25.39億港元嘅淨利息收入係點樣賺翻嚟嘅呢？淨利息收入咧其實係利息收入減去利息支出嘅。咁利息收入點樣嚟嘅呢？首先佢有36.28億元嘅利息收入係來自貸款資產嘅，咁同比就增加咗14.8%。咁呢個好唔錯㗎，即係利息收入有增長。咁截至6月底咧，大新銀行嘅總貸款資產咧，其實係下跌咗1.3%嘅。咁大家都知啦，香港而家個貸款需求咧係的確比較弱嘅。咁另外咧，佢有21.84億元嘅利息收入咧，係來自佢證券投資嘅股息嘅，就同比增長咗23.7%。一般銀行咧都會有叫做財資業務，即係去運用銀行本身嘅資金咧去做一啲投資。咁喺直至6月底咧，大新銀行咧就持有帳面值，因為佢要 mark to market， 帳面值826.8億元嘅金融資產，就增加咗1.3%。咁就係靠呢啲金融資產咧會派息噶嘛，咁亦都會令到，亦都幫佢賺咗啲利息收入嘅。咁另外有3.94億元嘅利息收入係來自銀行存款嘅，即係其實銀行亦都會存款落去銀行嗰度嘅。咁同比都增長咗9%。不過大家知道啦，你賺取利息收入嘅資金咧，亦都要付出利息成本嘅。咁其中佢客戶存款嘅利息支出就有33.27億元，就增加咗21.8%。而直至6月底咧，大新銀行嘅存款總額咧就有2100億元，就微增咗0.14%。咁大家可以睇到啊，頭先話貸款係冇乜增長噶嘛，
而存款係有增長噶嘛。咁呢個咧係其實貸款係跌咗少少啦嚇，咁存款亦都增長咗少少啦。咁此消彼長，其實大家可以睇到目前香港嘅狀況咧，都係咧存款嘅增速咧係高過貸款嘅增速嘅啊。咁現實就係咁啦嚇。咁另外有1.03億元嘅呢個利息支出咧，係嚟自公司發行一啲叫做存款證啊 （Certificate of Deposit）， 咁就下跌咗5.2%嘅。另外有1.78億嘅利息支出咧，係來自公司發行一啲次級債券，次級債券就增加咗22.3%。咁呢一個大家會睇到啦。雖然佢嗰個貸款冇乜增長啦，但係佢嗰個淨利息收入咧都係有唔錯嘅增長，主要咧都係受惠美國加息啦，咁令到佢嘅淨息差就提升咗16個基點，達到2.09%嘅。咁呢個就係佢上半年淨利息收入增長嘅主要原因啦。咁銀行除咗有淨利息收入，亦都有非利息收入嘅。咁上半年個淨服務費同埋佣金收入咧，有6.03億港元，就大幅增長咗59.8%。嗱，咁陣間會知道點解佢嗰個非利息收入增長得咁勁啦。佢其中咧有個保險銷售佣金收入就有2.35億元，就大增咗12.6倍啊，係大增咗12.6倍嘅，咁啊表現得非常之好啊。不過大家要知道嚇，大新銀行嘅保險銷售收入只係代銷其他保險公司嘅保險產品，然後賺取佣金收入。呢個同大新金融即係同440自己經營嘅保險業務賺取嗰種叫做承保利潤係唔同嘅，係兩種唔同嘅業務。即係話大新銀行，我講緊2356。佢賺嘅所謂保險銷售收入，只係代銷保險公司嘅產品，然後賺佣金嘅啫。OK， 就同440大新金融佢自己經營保險業務賺取嗰啲叫做承保利潤，係兩種唔同嘅業務嘅。咁陣間就會講大新金融本身嗰個保險業務啦。嗱，咁銀行嘅收入除咗淨利息收入、中間業務收入之外咧，其實亦都有自營投資嘅交易收入嘅。咁上半年大新銀行嘅淨交易收入咧就有1.19億元，就都增長咗17.5倍嘅，咁都增長得好犀利。主要就係外匯交易就轉虧為盈啊！佢去年嘅外匯交易咧，就虧損咗1736萬元，咁今年咧就變為有收益8975萬元。咁綜合頭先以上講嘅3種主要收入啦，淨利息收入、中間收入同埋交易收入之後咧，咁上半年大新銀行嘅總營業收入咧就係有32.9億元，就增長咗22.1%嘅。咁其實係非常之唔錯喎！今時今日你個收入有2成幾嘅增長，咁總營業支出又點啊？就15.95億元，就增長咗4%。嗱，你會見到佢收入增長咗22%，支出先係增長4%喎，咁係表現得非常好啊！而且佢嘅支出增長嘅原因係咩呢？佢就係同呢一個永明金融啊。永明金融都係一間好出名嘅呢一個同埋好大型嘅保險公司啦。佢喺2023年7月份，即係舊年7月份，就同香港嘅永明金融公司就係有一個叫做銀行保險夥伴業務啊，即係類似大內銀內險咧，就叫做銀保渠道嗰種啊嘛。咁佢就選擇同呢一個大新金融咧去合作啊，咁即係賣大新金融嗰啲產品啦。咁所以佢就要增聘人手，咁呢個導致到佢嗰個營運支出咧就有增加。但係頭先如果你記得嘅話，佢頭先佢嗰個保險佣金收入咧係大增嘅，咁所以咧
佢呢一個雖然增加咗人手，但係佢帶嚟嘅呢一個保險銷售呢一個永明金融嘅保險產品嘅佣金咧，係非常之唔錯嘅。嗱，咁佢扣除減值虧損前嘅營運盈利，即係所謂嘅 PPOP， 就有16.92億元，就增長咗46.1%，係非常之犀利啊！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內銀啊，你講5大國有銀行啊，大部分嘅 PPOP 都係下跌嘅，而呢一個大新金融呢個大新銀行嘅 PPOP 咧，竟然有增長46%，咁呢個我覺得係非常非常之好啊！咁其中佢個人銀行業務咧就表現非常之強勁嘅，佢嗰個 PPOP， 即係講緊個人銀行呢邊嘅 PPOP 咧係上升78%嘅。嗱，一間銀行啦，一般咧就分三大個板塊嘅，一個就係個人銀行，一個咧就係叫做wholesale 啊，即係企業銀行啦，或者批發銀行啦。咁第三個就係私人銀行啦 ，private bank 啦。咁咧就有3嚿嘅，一個個人啦，一個咧就wholesale 啦，即係企業銀行啦。咁一嚿咧就係私人銀行啦。即係如果你要咁分，就分3嚿。咁其中嘅個人銀行咧，上半年嘅 PPOP 咧係大增78%，咁非常之好。咁主要咧就係嗰個財富管理業務啦，尤其是係佢同呢個永明金融合作嘅呢一個保險銷售嘅收入大增啊，佣金收入大增。OK， 咁咧就係另外咧就要講咧佢嗰個淨息差啦。嗱，你睇到佢個淨息差，頭先講佢雖然佢嗰個貸款資產係下跌咗啦，下跌咗少少啦，1.幾%，但係佢個淨利息收入咧係有唔錯嘅增長咧。咁主要原因咧就係佢個淨息差，你會睇到個淨息差由2022年嘅 1.85% 去到2023年上半年 1.93%， 2023年年尾 2.01%， 去到2024年上半年 2.09%。咁呢個主要係受惠美國加息啦。咁其實香港銀行都係呢一種嘅趨勢啦，嗰個淨息差。OK， 嗱，咁雖然佢嗰個 PPOP 增長得咁好嘅啫噃，但係咧亦都要睇佢嗰個叫做信貸減值嘅。咁佢上半年信貸減值支出咧就有5.44億元，其實係大增㗎。其實嗱，你睇翻佢2023年上半年嗰個信貸減值支出咧，只係有1.57億元嘅。咁你而家大幅增長幾多倍啊？247%啊！佢個信貸減值支出上半年啊，同比大增247%。咁主要係反映咩咧？就香港呢邊嘅房地產風險啦。香港呢邊嘅房地產風險同埋一啲冇抵押嘅貸款撥備就增加咗。咁呢個其實係好配合香港而家嘅情況啊。香港而家銀行咧，其實就開始反映緊香港房地產嗰啲貸款嘅信用風險啦。咁因為咧，其實新嘅會計準則咧，所有銀行嗰啲撥備咧都係採用一個前瞻式嘅，即係話咧係預判未來會點，根據目前嘅趨勢預判未來嘅壞帳嘅走勢，咁佢就撥備咗噶啦。所以咧，佢其實呢5.44億元咧係已經反映緊依家可見未來嘅情況嘅。咁如果你未來唔再惡化嘅話咧，咁其實咧就唔會再呢個撥備咧就唔會繼續增加嘅嚇。咁但係咧你會見到咧嘅環比啊，即係有時我哋除咗睇同比之外咧，亦都要睇環比嘅。咁你見到環比2023年嘅下半年咧就5.74億元啊嘛。咁你而家2024年上半年就5.44億元啊。其實環比咧係改善咗㗎，環比個信貸減值支出環比咧係下跌咗5.3%嘅。原因就係內房嗰邊啦，即係內地嗰邊嘅房地產信用風險咧
就係已經見頂回落啦。即係其實呢個我講恒生銀行嗰陣時都有講過，其實內地房地產嘅信用風險咧，前幾年咧就係咁飆啦嚇，咁但係咧差唔多去到尾聲㗎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佢2023年下半年再飆一飆咧，咁都差唔多咧係反映得8899㗎啦，即係內地房地產嗰啲。但係就開始依家就開始反映香港房地產咯嚇。咁但係香港房地產如果唔再進一步惡化嘅咧，咁其實亦都差唔多啦。OK， 咁啊下一版咧就講咧個減值貸款比率啦。嗱，減值貸款比率咧就係從2023年底嘅 1.94%， 再進一步上升到 1.96%。嗱，如果你睇呢幅圖啦，睇下仲未個畫面仲未反映嗱。如果你睇翻呢個圖啊，呢個圖咧就係大新銀行減值貸款比率由2022年嘅 1.86%， 咁啊去到2023年中期嘅 1.8%， 嗱 OK 啊，幾好啊。但係2023年咧年底咧就飆去 1.94 啦，跟住2024年上半年再飆少少啦 1.96 嚇。咁希望咧就嗰個其實個環比嗰個升幅咧係放緩咗好多㗎啦，即係而家仲爭即係多少少啫，多2個 BP 啫。咁如果按地區，下一幅圖下邊嗰幅圖咧就按地區嘅。咁你睇到嗰個減值貸款比率咧個趨勢咧好明顯啦。嗱，我哋睇內地啊，內地咧就係2022年嘅上半年 1.05 啊嘛。2022年年尾就飆到 16.02 啊，非常之誇張啦。咁跟住咧，2023年嘅上半年就 6.37，2023年嘅下半年就 5.13，2024年上半年就 4.74。嗱，你見到咧，內地嗰個房地產嗰個減值貸款比率咧，就已經見頂回落啦。咁呢個趨勢係非常之好。咁澳門點啊？澳門都1點幾、1點幾、1點幾咁咯。咁即係都唔係太過令人擔心嘅，同埋佢都係改善緊嘅。佢係由 1.82 去到 1.4， 再去到 1.32， 去到最近嘅呢個2024年上半年得 1.3， 咁啊1點幾通常都 OK 㗎啦。嗱，香港啦，香港其實都唔係太差，都係1點幾啫。不過係我哋要睇個趨勢咯。嗱，香港咧就由呢一個1.42咁啊改善到 0.93， 跟住就開始升啦， 1.66， 跟住 1.65 都好似好少少，但係咧2024年嘅上半年咧就升到最高啦，近年最高位 1.73 啦嚇。咁會唔會見頂咧？咁呢個就要拭目以待啦。咁但係咧個趨勢咧係呢3個地區咧係唯一一個地區佢嗰個減值貸款比率咧係同比上升嘅，就係香港啦嚇。咁呢個要密切留意，究竟下半年會點啦，出年會點啦嚇。咁如果係已經見頂回落嘅，咁就非常之好啦嚇。咁呢個大家就密切留意，佢全年業績嗰陣時就望實呢個減值貸款比率有冇見頂回落啦。OK， 嗱咁咧下一版咧就講緊咧大新銀行咧，頭先有提過啦，佢其實係持有重慶銀行嘅如果冇記錯13% 嘅股權啦。咁你揸住13%，咁當然就係以聯營公司嚟入帳啦。咁以聯營公司嚟入帳咧，咁亦都會咧幫佢睇一睇咧，需唔需要減值嘅。咁大家都知啦，內銀呢幾年都係唔係好得噶嘛，咁所以咧佢就會幫佢減值。其實大新銀行嘅情況有啲似恒生銀行嘅，恒生銀行就入股咗福建嗰間興業銀行啊嘛。講恒生銀行，恒生銀行咧就入股咗興業銀行啊嘛。咁大新銀行咧就入股咗重慶銀行啊嘛。咁你會見到其實呢幾年拖累大新銀行業績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佢持續咁為呢間原型公司重慶銀行進行減值嘅。咁你見到啦，2021年就減值咗 7.26 億，2022年就更加減值 16.83 億
2023年就減值5.52億。嗱，咁好嘅現象出現啦，就係佢2024年嘅上半年只係減值咗1570萬啊，即係連2000萬都冇啊！咁就大幅呢個減值虧損大幅減少93.2%。嗱，咁如果未來唔再為呢一個從業銀行做減值嘅話咧，咁對於佢嗰個近呢幾年拖累佢業績嘅呢一個主要因素咧就冇咗咯喎。咁大新銀行嘅業績咧就會好翻好多咯喎嚇。咁事實上上半年大新銀行嘅股東淨利潤咧係有13.96億元嘅，係增長咗25.6%，係非常之唔錯啊！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同佢差唔多 size 嘅呢個東亞銀行咧，上半年嘅股東淨利潤咧係下跌咗19.9%，差唔多下跌20%。咁大新銀行就增長20%，東亞就下跌20%。咁所以咧，其實大新銀行個業績係非常之唔錯噶。OK， 咁講完大新銀行嘅業績啦，跟住咧就睇大新金融，即係440大新金融本身嘅業務啦。咁大新銀行本身主要嘅業務咧就係做保險啦。頭先講過啦，佢係一般保險啊，一般保險就唔係壽險嚟嘅。咁一般保險咧，如果我哋按呢一個新嘅保險會計準則 I17去睇咧。咁佢嘅保險業務，佢叫做保險服務業績。嗱，保險服務業績咧，相等於個承保利潤啦。保險服務業績係等於保險收入減去保險服務費用，再減去再保險嘅支出，再減去咧佢嗰個保險嘅財務成本，就係佢個保險服務業績啦。咁我呢個表咧我都列咗出嚟噶啦。咁佢上半年大新銀行嘅承保利潤咧就有4392萬元，微增0.7% 嘅。咁有錢賺都好啊。咁呢個咧就係類似財險，類似2328個財險嗰種業務啊，即係靠承保就賺錢嘅，即係你賣保單就有錢賺啦。咁呢種咧係非常之好嘅。咁如果我哋睇翻佢頭先嗰4000幾萬嘅承保利潤點樣由邊啲業務貢獻嘅咧？咁呢個亦都幫助大家了解佢所謂嘅一般保險係做咗乜嘢保險啊？嗱，僱員補償保險就貢獻咗28.3%，財產損毀險即係財險啦，就貢獻咗28.1%，汽車損毀險即係車險啦，就貢獻咗18.9%。按揭保險啦，就貢獻咗15.4%，建築工程啦，就貢獻咗9.4%。咁即係話咧，大新金融做嘅呢啲一般保險業務咧，就有財險啦，亦都有僱員險啦，亦都可能有啲建築工程嗰啲責任險啦、按揭險啦咁嗰啲。OK， 總之就唔係壽險嘅嚇，佢係唔做壽險嘅。嗱咁。大家都知道啦，財險業務咧最重要咧就係睇叫做綜合比率啦嘛，或者叫做內險就叫做綜合成本比率啦。咁佢2022年係98.1，只要你係低過100%咧，就係代表咧你承保係有錢賺啦，即係你賣保單就有錢賺，咁就係非常之好嘅。咁2023年咧就係97.5%，有改善喎。總之呢個數字越低咧，就代表越好。代表承保利潤越多，咁2024年上半年咧就92.4啊，咁呢個就係非常之好㗎。OK， 嗱咁呢個大新金融咧，最後咧就講啦嚇，佢咧就係估值方面啦，最尾就講估值方面啦。咁佢嗰個2024年上半年嘅股東淨利潤有11.12億元。就增長咗20.7% 啦，頭先講咗。咁每股盈利就3.49港元，就增長咗20.8%，即係差唔多同嗰個股東盈利嘅增幅。中期股息每股0.92港元，就大增156%喎。其實我覺得大新金融咧係有能力
增加派息㗎嚇。咁睇下佢未來會唔會增加啦。咁預期今年啦，即係2024年全年嘅每股盈利6蚊。咁如果我哋按去舊年嗰個派息比率40% 嘅話咧，咁預期佢每股派息就2個4，每股派息2個4咧，咁以我寫呢篇文嘅呢一個收市價，即係12月5號嘅收市價25個6計算咧，預期 P 就4.3倍，預期股息率就9.38%，咁呢個咧就非常之好啊！咁咧利益申報我係持有大新金融嘅。